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臭娘们儿，给我站住！放开我！司云烟，果然是你！我的家人、未婚夫、私家继承权，我的一切都被你夺走，还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姐姐，毕竟你才是私家的亲生女儿，而我只是一个养女，你不死，我不放心啊。我死了，你也要偿命！姐姐，看在你要死了的份上，我叫你当个明白人。我有一个系统，能向别人输送我的心声，我想让别人听到哪句话，别人就能听到哪句话。这些年来，只要我随便在心里说几句挑拨的话，你就被爸妈、被哥哥、被你的未婚夫、被所有人无情的厌恶、唾弃。这次也一样，等到我把你烧死之后，再随便说几句心声挑拨，大家都会认定你是自杀。司云烟，我诅咒你，你不得好死！司明宇，上路吧。司明宇，竟敢害云烟，她是你妹妹！我不是被司云烟害死了吗？不对，我这是重生了。这是20岁那年，司家刚刚收养司云烟的那年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我不断被司云烟栽赃、陷害，然后失去一切。虽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司云烟的心声，但是这一群野蛮心下的家人就是无辜的吗？不，司云烟是主犯，这些人都是帮凶。重活一世，不会像上辈子一样愚蠢了。姐姐，就算你羡慕爸爸妈妈和哥哥们对我好，也不能往我早餐里加辣椒油啊！要是过敏严重，可是会死人的。司明宇，你明知道云烟辣椒过敏，你还在她的早餐里放辣椒油！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蛇蝎心肠的逆女！你想干什么？你真是想造反啊你！谁让你起来的？跪下！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不敬父母，残害姐妹！我从小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的教养呢？云烟失去父母已经够可怜的了，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她，爸妈也是为了你好，还不快跪下道歉？堂堂司氏集团董事长，居然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，难怪奶奶常说你烂泥扶不上墙。司明宇，你说什么呢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连证据都懒得找，就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。你不是蠢，你是坏。谁叫你这么说话的？你的教养呢？你们养过我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奶奶养大的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我？还有你们，不就是嫉妒奶奶把集团30%股份给了我，才看我不顺眼的吗？以前我为了所谓的亲情对你们各种讨好，还真以为自己很高贵吗？我警告你们，不要再来招惹我，要不然我让你们全都滚蛋。毕竟这个别墅是奶奶留给我的，我才是这个屋子的主人，我让谁滚，谁就得滚。天啊，早就听说姐姐才是真正的私家家主，要不是老太太死得早，所有人都得看她脸色。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这就是司云烟输送新生的金手指吧？看来这群野蛮心瞎的家伙都能听到，这一世我居然也能听到，难怪上一世他装装可怜就能随便栽赃陷害我。不过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这真的是要反了，反了！你这个畜生，你今天想要造反是吧？行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今天这个家到底是谁做主。司明宇，你要反歉了，一直跟长辈顶嘴，还不服我对你的管教。管教？我看你是拿我刚刚对你说的话当放屁呢。我们是在教你做事，你什么态度？司明宇，你这次太过分了，还不快跪下给爸妈道歉！你这样就不怕被爸爸赶出去吗？
司明宇，你疯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司明宇，你个畜生！我是你亲爹！你疯了！你别打亲爹！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司明宇，你这次太过分了！司明宇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以当我们私家大小姐？就该报警把你抓起来！爸，姐姐，你怎么能打爸爸呢？你要是实在生气，你打我也行，不要再打爸了。我没有这样的女儿！报警！赶快给我报警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不能报警，也不能去医院，把我的私人医生叫过来，快！难怪姐姐敢扇亲爹巴掌，原来是料天爸爸不敢曝光出去，他可真够狠的。这件事情绝不能这么算了！来人！大小姐狂躁病复发，赶紧给精神病院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接人。厉害呀！不愧是司董事长，一上来就给亲生女儿扣上精神病的帽子，这样不仅能够送走我，还能顺理成章夺走我的股份，真不愧是你，司长红。爸妈，把姐姐送去精神病医院，会不会太过分了呀？再怎么说，姐姐也是我们司家的女儿。确实啊，要是让外人知道咱们司家的千金是个精神病，我们司家的脸面何存呢？不行，今天敢打亲爹，明天搞不好就会给我们全家下毒。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绝对不能留，一定要让她尝尝教训。思敏不仅敢害云烟，还敢害爸，这种妹妹我可不敢要。就算她今天跪下来求饶，我也绝不能原谅。你以为你们吃定我了？秦姨，休息了几年，身体还好吗？麻烦您带人来老宅一趟，有些事情需要麻烦你。你这个逆女，这是我们司家的私事，你找谢雨晴过来干什么？你想造反啊？谢雨晴就是道上的女人，你找她干什么？秦姨是陪着奶奶从零开始创业，一起打江山的元老，也是奶奶留给我的班底。你们都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了，我还要忍着你们不成？走，跟我一起面见小姐。小姐，谢雨晴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姐叫我这老婆子怎敢怠慢？现在我倒是想知道，是哪些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欺负我家小姐？秦毅，你误会了，今天是司明宇，他心狠手辣，他竟敢残害妹妹，殴打亲爹，我难道就不能管教他吗？教训我家小姐，你也配？虽然我现在是司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但谢雨晴掌握了许多灰色地带的能量，真硬碰硬，我未必吃得消啊。这个家果然是姐姐说了算。秦姨，请她吃点辣椒油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司明宇，你疯了！不是他说的吗？我在他早餐里下了辣椒油，害他过敏。他说的那么言之凿凿，我不得替他确认一下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谁敢惹我，我就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喂！你们干什么？爸妈，过敏是会死人的，我害怕，我真的没有陷害姐姐。姐姐怎么能够这么过分？不就是看爸妈和哥哥们比较喜欢我吗？居然就想要害死我！天哪，怎么办？我以后就看不到爸妈和哥哥们了吗？司明宇，你个小畜生，敢伤害云烟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！你想毁了我们这个家吗？够了，司云烟也是你妹妹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你太过分了！你要再不停下来，别怪我们不要你。若是前世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我怕是早已经心如刀割了。但现在，这群人在我眼里就是跳梁小丑。没吃饭吗？动作快点！
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，云烟？送医院！快，送医院！送什么医院呀？你看看你们的宝贝女儿，除了装可怜装委屈，哪有半点过敏的样子？也就是你们这群眼瞎的人还不信。妈，姐姐说的对，我没过敏，我没事的。好疼啊！我全身都好疼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好疼，可是我不能说，爸妈会责怪姐姐的。还站着干什么？赶紧送医院啊！司明宇，你快让他们闪开！难道你想害死云烟吗？秦野，让他们去吧。我倒是想看看，他要是真进了医院，还怎么继续生？让他们走。这个司云烟身上的秘密挺多的，要是太早弄死了，就没意思了。反正现在我也能听到他的心声，敌在明，我在暗，慢慢搓磨才有意思。司董、司夫人，你们是自己滚呢，还是我请人把你们赶出去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谁敢招惹我，我就把谁赶出去。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？我现在不把你们赶出去，等着你们亲爱的养女回来，隔三差五的陷害我。胡说八道！云烟那么乖巧，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倒是你，处处针对她，陷害她。你以为我们的眼睛都瞎了？你们不仅眼瞎，你们心都是瞎的。司明宇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这么和爸爸说话？就算奶奶把别墅给了你，你也不是自家的主人，你凭什么把我们赶出别墅？我们可是你爸妈，你要是再敢疯下去，我们就报警！我就不相信秦乙还能一手遮天不成？司董，报警？你不要脸了？我是司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如果让别人知道我被亲生女儿赶出去，还不如报警呢！把事情闹大。不想走也行，还有3个月就是我20岁的生日，也是我继承司氏集团股份的日子，到时候我们断绝关系。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招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再打你们一次。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秦爷，带人入住，负责别墅的安保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上2楼。是，小姐。哼。怎么办啊？这司明宇怎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我的衣服！我的衣服！我的包啊！逆女！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逆女？爸！老公！速效救心丸！速效救心丸！爸，司明宇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，难道他真的要把我们赶出去？大哥说的对，司明宇真是疯了，简直丧心病狂。爸妈就应该好好管管他。我也想管，只是那个小贱人请了秦毅出面，我们暂时也奈何不了他，都忍忍吧。忍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今天敢这样对待爸和云烟，明天就敢毒害陈家。你闭嘴吧！有本事你上去找他，看他认不认你这个大哥。爸妈，今天司明宇不太对劲啊。他生这么大气，难道我们真的错怪他了？绝无可能。没错，云烟来了之后，司明宇栽赃陷害了云烟多少次，你们都忘了吗？上次他还差点害得云烟掉下楼，我怎么可能冤枉他吗？他在学校的时候还经常带头霸凌云烟，还抢他的零花钱，这些事情都是证据确凿的呀。这个小畜生就是天生的坏种，之前只是装得好而已，现在不装了吧？早知道这个白眼狼是个坏种，当初生下他的时候就该掐死他，没想到这狼崽子学会咬人了，还真有本事。爸妈，刚刚司明宇说20岁的时候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，到时候他继承了奶奶30%的股份，有那么多钱，还有奇异的帮助，他不会真的把我们走地出门了。司明宇那贱丫头，她绝对有可能做出这种事。你们就放心吧，司明宇嘴硬心软，以前也没少闹脾气，我们哄哄他，他不照样像条狗一样乖乖听话。大不了我最近人点恶心，对他好点吧。你妈说的对，
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啊？你们稍微对他好点儿，他就会像以前一样乖乖听话。等到20岁，我还想让他分点股份给云烟。他这几天这样子，不就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吗？我们到时候少骂他几句，他就屁颠屁颠的凑过来了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明宇这一次是真的要和我们断绝关系啊？你们就放心吧，司明宇啊，把亲情看得比命都重。云烟怎么样了？我们都先去看看云烟吧。这司明宇简直丧心病狂，明知道云烟过敏，还给他吃那么多辣椒油，也不知道云烟现在什么样子。我们赶紧去急救室看看。对，赶紧我们先去看云烟。去看。走，回来再找他算账。走。医生，我女儿患有严重的辣椒过敏，这次又误食了大量的辣椒水，她脱离危险了没有？司董不必担心，云烟小姐呀根本就没有过敏。齐医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们做了详细的检查，云烟小姐确实不是过敏体质，她呀一点事都没有。不过有句不当讲的话，司董你们平日里是不是对云烟小姐很少关心，所以她才装病来博取你们的关注？难道明宇说的是真的？云烟真的在骗我们？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我不是辣椒油过敏，你们千万别怪姐姐，都是我不好。难道我们真的误会明宇了？云烟，这段时间难道真是你诬陷你姐姐？难道真是你诬陷你姐姐？爸妈，我没有，怎么办？这一次爸爸妈妈肯定误会了我是故意陷害姐姐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难道我不是辣椒油过敏，而是误食了其他东西？这我真的解释不清楚了呀。你这孩子，你放心，爸妈肯定是相信你的，一切都是误会，以后啊可不能再这么粗心大意了啊！没错，爸爸相信啊，你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天哪，爸爸妈妈居然相信我，弄了这么大的乌龙，他们都没生气，他们对我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，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。既然你身体没事啊，那就跟爸妈一块儿回家吃饭。没错，既然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，那我们赶紧回家吃饭吧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王妈，这什么情况？私家的规矩，人没有到齐就开饭了。而且这一大桌子又是什么？不知道先生喜欢吃西餐吗？夫人，这都是明宇小姐让做的，我也不敢拒绝啊。让人把菜给我撤了，看着就让人倒胃口。什么穷酸菜色，让人送些西餐上来。是。我的饭菜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评头论足？这个司明宇是怎么回事？平时只有卑躬屈膝、小心翼翼求我们的份儿，怎么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逮谁怼谁？妈，还是先吃饭吧。王妈，去把爸妈喜欢的几道菜都端上来。哎，还是我云烟懂事，不像某些人，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多看他一眼。我最爱的女儿啊，就只有我们云烟。以前我要是听见这样的话，肯定会心酸难受，检讨自己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，然后为了所谓的亲情，继续跪舔他们。可惜
现在我早就不在乎。王妈，你们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做菜都是这么敷衍的吗？我的养胃药膳汤呢？爸胃不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准备好的药膳呢？赶紧拿过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以往的药膳都是明玉小姐准备的。为了让先生胃口好一点，往往要精选几十种名贵药品亲自熬煮。一锅养胃药膳汤至少要炖煮3个小时以上，我们哪里懂这些啊？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别坐着了，赶紧给我去准备药膳去。还有，给云烟道个歉，今天这事儿我就这么算了。司明宇，爸和你说话呢，还不赶紧滚去煲汤？你们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呀？都翻脸了，还想让我给你当牛做马？做梦去！司明宇，你说什么呢？要我再说的清楚一点吗？养胃药膳汤，狗都配合，就你，司明宇，放肆！你怎么和爸说话？家教呢？赶紧跪下，给你爸道歉！看来你们都不想吃饭。既然不想吃，那就都别吃。司明宇，你别以为有谢玉清给你撑腰，我就不敢动你。那咋了？你试试看啊！不爽是吧？不爽就滚远点儿，没有人求着你们住在这儿。你，老公！爸，你怎么了？老公，爸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司明宇，我告诉你，你早晚会受天谴的。这么多年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，我现在就怎么对你们。要是真有天谴的话，第一个批的就是你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姐姐怎么能这样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一家人怎么能闹成这样？这也太不懂事了吧！姐姐也许是仗着她是奶奶亲眷的继承人，才敢如此胡闹吧。司明宇，简直无法无天！可惜我不是亲生的，也不敢多劝，只希望爸妈别太伤心才好。哦对，爸爸胃不好，要不我也试试熬煮药膳，给他调理身体。云烟，还好有你，又乖巧又懂事儿。你放心，你就是我们的亲女儿啊！对，我没有那样恶毒的女儿，你才是我们的亲女儿。司明宇算什么？也配给我们摆脸色？真是半点家教都没有，奶奶就是这么教他的。要不是有云烟做对比，我们都不知道司明宇多么恶心。云烟，你是不舒服吗？是不是司明宇又欺负你了？你有事跟我们说，千万别憋在心里。就是啊，这贱蹄子要是还敢找你麻烦，我们帮你出头。你们别这样说，姐姐怎么会欺负我呢？她对我挺好的。我和姐姐终究是一家人，她再怎么欺负我，我都得忍着。要不然，如果坏了司家的名声，我怎么对得起爸妈的收养？司云烟又玩输送新生、栽赃陷害这一套。叶诗雅这几个蠢货，以前在我面前百般谄媚，自从知道我在司家失宠后，全都去讨好司云烟了，结果被他玩得团团转。哼，云烟，你别怕他。自从司老太太过世之后，谁还管他呀？没错，现在司总和司夫人最宠爱的可是你啊！你们可别乱说，姐姐才是司家的亲生女儿。昨天姐姐在家里闹得那么凶，连亲爹都敢打，我还是想办法劝着爸妈，不然他们真和姐姐断绝关系，那可怎么办呀？看来司明宇和司家要决裂了呀！司明宇这贱人，之前仗着自己是司家大小姐，没少对我们耀武扬威，现在好了，要被赶出家门了，这
和丧家犬有什么区别？哼，还敢欺负云烟，真是不知所谓啊！没错，诗雅姐，走，给他点教训，帮云云出出气。司明宇，从小到大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我吗？听说四家父母不要你了，你再狂一个给我看看呀！把东西给我捡起来。司明宇，你还当自己是私家大小姐呢？现在私家父母不要你了，你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滚远点，不然叶家护不住你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我倒要看看叶家怎么就护不住我了。被打了，看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找死！给我把他围起来！诗雅姐，你别这样，你跟姐姐是发小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姐姐你也是，你对我有意见，打我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打诗雅姐呢？云烟，你别管我，今天我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。他俩怎么回事？你竟然还敢打我！你，我打你这种贱人，还要挑日子吗？想打我就打。报警！给我报警，让他坐牢！区区几个巴掌就想让我坐牢？叶诗雅，你好歹是大学生，你有没有一点常识？而且，是你挑衅我在先，要是真报警，还不一定是谁坐牢呢。你，还有，人家挑唆你两句，你就给人家乖乖当枪使，脸都被我扇肿了，人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叶家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，真是家门不幸。诗雅姐，我没有。早都说了不要去招惹姐姐，她这人心狠手辣的，刚才都把我吓坏了。司明宇，你少在这儿给我挑拨离间！今天打我的事，就算不报警，我叶家也绝对咽不下这口气，给我等着！那我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服服帖帖的。怎么不服？不服就叫你们叶家长辈过来。司明宇，你怎么跟诗雅姐说话呢？刚才只顾着收拾叶诗雅，忘记收拾你们了。怎么，你们不是很维护司云烟吗？趁着老师没来，一起上啊！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姐姐肯定又要打我了，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哎呀，别叫我姐姐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在家在学校，你都暗戳戳的指使别人对付我，然后又想躲在背后装聋作哑。姐姐，我没有。有没有？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我说了算。住手！司明宇，你这个毒妇，究竟想做什么？司明宇，司老太太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姐妹相残，欺压同学，你简直是蛇蝎心肠啊！明海哥哥，救我！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锦江集团的林少啊，林明海，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我的未婚夫。不过这男人同样眼明心瞎，前世司云烟依靠新生，轻松就把他调成了自己的甜客，而我却为了他蹉跎半生。这一世，我和他再无瓜葛。司明宇，你还不赶快放开云烟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教我做事？司明宇，要再敢动云烟一根指头，信不信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？那不是双喜临门啊！你说什么？司云烟，原本我今天只打算打你2巴掌，但林明海都这么说了，我不得成全你啊！明海哥哥，救我！快救我！司明宇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信不信我现在立刻宣布跟你的婚姻作废？那更好了，谢谢啊。
你怎么敢？以前我一提婚约，你什么事情都答应我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说取消婚约，我也没拒绝啊。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司明宇，你疯了！快住手！李老师，早上好。司明宇，你怎么对同学下手这么重？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你抓进去。不能报警，老师，我已经通知家族长辈了。对，这是学校的丑闻，不能报警。快，先把司云言送医务室处理一下。司明宇，今天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就凭你们叶家？司明宇，我已经通知司伯伯和我家长来，今天必须和你谈这个婚约的事，绝不会轻易放过你。凑这么一大帮子废物，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了。爸，就是他打的我。云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的脸怎么了？天哪，这谁干的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妈，我没事的，是我自己摔倒的，没人打我。我总不能说是姐姐打我吧，妈妈会更讨厌她的。你个赔钱货，你敢打我女儿！司夫人，想清楚再砸。我这个人最喜欢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昨天司总刚被我抽了，你不会以为自己很特殊吧？司明宇，我可是你亲妈。怎么，你连我也想打吗？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过女儿，还自称什么妈呀？你再说了，3个月后我就要跟你们断绝关系了，你旁边的那位才是你的宝贝女儿。妈，你千万不要生姐姐的气，都是我不好。不干你的事，都是这个赔钱货的错。够了，你们家里的事儿，你们回家去说。现在我就想知道，我女儿为什么挨打？司明宇，你跟明海青梅竹马，从小定有婚约，你竟然公然宣布要跟他取消婚约，你什么意思？两位既然想知道发生了些什么，那不如看看教室的监控吧。没错，发生的事情都被监控记下来了，先看看监控吧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我倒要看看叶家怎么就护不住我了。司明宇，你这个毒妇，究竟想做什么？这，司明宇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居然连自己的妹妹都打，你简直就不是人！刘校长，立刻开除他！刘校长，立刻开除他！早就听说私家奇葩爱养女不爱亲女，王林当众咒骂女儿，只为了给养女出气，就算是傻子都做不出这种事吧。既然司夫人你这个亲妈都提议让司明宇退学，那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我女儿叶诗雅虽然主动挑衅，略有过错，但她被打成这个样子，心里还有面子都不太好过。所以只要司明宇退学，那么今天这件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不错，几个孩子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，否则不长记性不是？好，既然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，那我不，你们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该我说了。司明宇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说你无耻，整件事情和你们林家有半毛钱关系，是你儿子非要用婚约要挟，我巴不得他说话算话，还在这里唧唧歪歪要我付出代价，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司明宇，你过分了！过分？当初要不是我奶奶提携你，你到现在还是个要饭的呢。怎么当了几年董事长，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了？是，当年若不是老太太提拔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出息。这份恩情，我林某人不敢忘记。但是司明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辱骂长辈，是不是过分了？过分？我还能更过分。李远山，你以为我奶奶走了就没有人管得了你？你的那些把柄还在我手上，我要是想把你送进去，
那就是易如反掌。你想试试吗？司明玉，你疯了！你敢动手打我爸？你闭嘴！明玉小姐教训的是我们不懂规矩，我们给明玉小姐赔罪。哼！今天这事，我们林家不再掺和。为什么呀？他欺负云烟，难道就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吗？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呢？你赶快让学校把他开除了呀！你给我闭嘴！明玉小姐，我这儿子脑子有点不太好使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道歉就算了，不过他说的对，婚约取消。你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是我们林家高攀不起，全听明玉小姐吩咐。这个司明玉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大学生，这气度，这魄力，比起昔日的司老太太，有过之无不及呀！司家这些人真是眼盲心瞎，偏爱养女，亲手将司家凤女往外推呀！这什么情况？一个女学生都敢打林董，林董还要忍气吞声，卑微道歉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哼，林家不掺和，但我叶家可不会这么算。司明宇，你伤我女儿，该怎么算？怎么算？算你倒霉，算你不长眼，算你叶家人太蠢，上赶着给人当枪使，算我好心给你教育子孙。怎么样？这回答满意吗？司明玉，你疯了吧？我爸可是江州商会会长，就连你们司家家主都要给我们3分薄饼，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好，司小姐真是伶牙俐齿，我们叶家还要感谢你对我女儿的教育之恩了。日后我们必然会好好的回报你的大恩大德。叶会长，你要对付这个赔钱货，可别找错了人。昨天这个小贱人在家大逆不道的打他亲爸，现在我们司家和他可没有关系。刚才还一口一个亲妈，现在又没关系，自己惹的祸，自己担着。你把云烟打成这样，就算叶会长不计较，我也一定会追究到底。司夫人果然是明事理，今日之事，我只找司明宇的麻烦，绝对不会牵扯司家。司明宇，你竟敢打我！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叶会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了叶诗雅，却没动林明海吗？哼，因为你不知死活。错，因为在我眼里，叶家比锦江集团更好对付，而我这个人就喜欢挑软柿子。哼，我是该说你无知呢，还是说你愚蠢？明玉小姐抬举我们锦江集团了，我们比不上叶家。叶家之所以能在江州横行霸道，不就是靠着叶家良江州商会会长的身份吗？可如果这个会长的位置没了，你们叶家算什么东西？司明宇，你胡说什么？司明宇，我警告你，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最近叶会长为了商会会长连任的事情，没少奔走吧？听说这找关系都找到京城去了，可惜啊，这上面早就内定了人，也就只有叶会长。哦，不，以后该称为叶家家主，被蒙在鼓里，还在这自以为是呢。哼，你一个大学生能知道什么？这过2天上头就来人了，你说要是你的死对头知道你没了商会会长的位置，该怎么整你？哼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不信，打电话问你背后的人吧。打就打。你，哎，徐老，我是小叶呀，你们叶家的事我也无能为力了，你好自为之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司明宇，你做了什么？闭嘴！他居然连这些消息都能知道，
这个司明宇，莫非关系已经通天了？我们叶家惹不起他。明宇小姐，对不起，今日之事是我的女儿咎由自取，还希望你别跟她计较。我代表叶家和您道歉。爸，你怎么给这个女人道歉了？明明是她打了我。你给我闭嘴！跪下，给司小姐道歉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为什么打你？别人只几句挑唆的话，你就上赶着给人家当枪使，把叶家的脸都给丢尽了！跪下！爸，你说什么？我凭什么跟他道歉？你跪不跪？对不起。司云烟啊，司云烟，曾几何时，你只需要卖卖惨，用心声传送来陷害我，我就会被所有人唾弃谩骂，陷入无止境的内耗和痛苦中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这一招对我没用了。姐姐好可怕，连两位叔伯都压不住她，妈妈肯定也管不住姐姐了。以后我还怎么在学校待下去？我真不想天天被打，怎么办？我迟早会被打死的。好啊，你这个赔钱货还挺有本事。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叶家和林家都不追究了，我也绝对不会这么算了。你今天必须退学。切，云烟这么单纯善良，她怎么受得了你这样的霸凌和殴打？刘校长，立刻开除他！这林董和叶会长已经不计较这件事了。司夫人，你们是一家人，要不这件事你们回去商量商量，转学也好，退学也罢，你们商量好了就行。商量什么？开除！立刻马上开除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开除他，我就找董事会投诉你。司夫人，就算你向董事会投诉，那学校也不能开除学生啊。不过你是学生的母亲，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女儿转学、退学或者休学。好啊，那就让司明宇退学。妈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姐姐学习成绩这么好，还是江州高考状元，你怎么能让她退学呢？这不是毁了她的前途吗？求求你了，别这样。哎，云烟呀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你别管了，今天啊，我必须为你做主。我们司家可没有这种不服管教的白眼狼。妈，不行的，要是姐姐的前途毁了，我的良心会不安的。这王林脑子进水了吧？为了养女，让高考状元的亲女儿退学，这王林没什么大病吧？够了，你们两个演戏给谁看？今天你必须退学，赶紧给他办手续吧。司夫人，我今天不仅不会退学，也不会付出任何代价，而且我会让你的女儿司云烟给我公开道歉，你信吗？司明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刘校长，听到我的要求了吧？照办吧。司明宇，学校有学校的规矩，你今天打了人，人家不和你计较就不错了，你怎么还提出来这样一个要求来？你会答应的。你别幻想了。怎么可能？司明宇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？他要是说出来，那我就完蛋了。现在能办了吗？能。司夫人，学生本人不同意是不能转学、休学或退学的。司云烟在学校挑衅同学在先，严重违反了校规校纪，是必须要处分的。处分我？不可能！刘校长，你疯了吗？你不知道得罪我们司家人的后果吗？我要你立刻、马上收回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否则的话，我和你没完！司夫人，刚才那些监控视频你也看到了。确实是司云烟挑衅同学在先，这起恶性事件他要负全部责任。我决定给他记大过处分，要写1万字检讨上交，而且还要到广播室公开向司明宇同学道歉，否则马上开除。司夫人，听到了吗？让你女儿照办吧，不然她要是被开除了，你们司家可丢死人了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什么错都没有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姐姐难道就非要把我的面子踩在地上吗？这样我以后还怎么做人？还不如找个楼跳下去算了。司明宇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女儿？云烟可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云烟，你别害怕啊，妈保护你。妈，我相信你。刘校长，我不同意你刚才的处罚决定。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随便，司云烟挑衅同学在先，证据确凿。要是报警了，受处分的还是他。去跟校长说，不要给云烟处分，也不要写什么检讨，也不要道歉。你在跟我说话？没错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，我以后可以滚远点！你还不配跟我说话！滚远点！妈，姐姐，你怎么能够打妈妈呢？你说我可以，说妈妈不行。司明宇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连自己的亲妈都敢下手，你还是人吗？明明是一群自己都毫无底线的人，却还想着到头来绑架我。刘校长，我可以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司云烟必须要受处分，写检讨，公开道歉。请明宇同学放心，我们学校绝对不会姑息养奸。司家这是要出真凤来呀！可惜啊，有人把榆木当珍珠，不心疼亲女，却心疼一个没用的养女。哎，真是奇葩呀！难道我真的做错了？司明宇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不是我资助的贫困生顾云吗？以前他对我很尊敬，视我为偶像。但自从司云烟成了私家养女之后，用心声挑拨几句，他就以为我暗恋他，对我没有一点好脸色。每次我和司云烟起冲突，他都正义凛然地站在司云烟那边指责我。这男人就是个白痴。怎么找我有事啊？学姐，你是不是又欺负云烟了？她本来就是个孤儿，已经很可怜了，你还老是殴打她、欺负她，你还让她去广播给你公开道歉。云雨学姐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以前以为你是个好人，没想到你和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一样。你现在就跟我去给云烟道歉，跟我去给云烟道歉。你吃饱了撑的，在我面前找存在感，省省吧。司明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明明就是你犯的错，我指责你是为了你好。要是以前，你早羞愧的去道歉了。你是不是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呀？错误？我有什么错吗？司明宇，你欺负了云烟，你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你难道就没有半点羞耻之心吗？白痴！一切事情始末都不清楚，就敢胡乱做出判断，还在这跟我装什么正义使者？你脑子没问题吧？你怎么回事？以前司明宇不是这样的，他以前对我无比温柔，怎么今天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？不行，你今天必须去给云烟道歉，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的。这些人怎么都这么自以为是？他以为我很在乎他。小姐，要不要我找人把他拉走？不用，开车从他身上撵过去。是。你司明宇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跟你一刀两断。停车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？现在跟我道歉也没有用了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我是来问你怎么个一刀两断法。反正就是要断，除非你愿意改过自新，不然像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绝不来往，跟你说话都觉得恶心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得好。除非你愿意跟云烟道歉。你从初中开始接受我奶奶的资金资助，每个月2000，持续了3年。从高中开始接受我的1对1帮扶，每个月5000，持续到了现在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别妄想用这些来要挟我。闭嘴！你母亲医药费50多万，谁出的？你赌鬼老爹、瑶子妹妹谁养的？我曾经给你我的银行卡副卡，你身上穿的、平日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都是谁花的钱？你现在想跟我一刀两断？好啊，还钱！我心怀善意，想将你拉出泥潭。你呢，忘恩负义、假清高，拿着我的钱养你们一大家子吸血鬼，还口口声声跟我在讲什么仁义道德？怎么，想当圣父啊？我没有，没有100多万，我就算是养一群狗，
还知道对我摇摇尾巴，而不是反咬我一口。你不是很喜欢维护司云烟吗？他怎么不给你花钱？难道是舍不得吗？司明宇，你不可理喻！我和于烟是纯洁的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的关系破裂。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？你眼里只有钱吗？你口口声声都是钱，人和人之间怎么能这么市侩？哼，对，你最清高，你最纯洁。从今天开始，副卡停掉，资金中断，你们一大家子的账单也会发给你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，想要跟我一刀两断吗？好啊，那就断干净。司明宇，你，司明宇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不会和我这样说话的。哎，云哥，你刚去哪儿了？事情办完了吗？你是不是偷偷记下明玉学姐了？真羡慕，她可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。哎，什么女神？就是个为富不仁的毒妇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有事先回家，你们先散了吧。别呀，你不是说好带我们去吃那家餐厅的吗？对啊，云哥，没有你请客，我们怎么能吃得起这么贵的西餐啊？就是，你可别抛下我们呀。对啊。那行，那先带你们吃西餐，然后再带你们去会所放松一下。哎，好，还是云哥仗义。我还没去过会所呢，也就是云哥带我们长见识了。走。哇，云哥，你可真阔气。云哥，你拿着美羽学姐的副卡，她不会再暗恋你吧？谁稀罕她的暗恋啊？你可真有志气，全校男生都当做梦中情人的女神校花，你都不屑一顾。你也太厉害了，美羽学姐不会再倒追你吧？你好，先生。一个人就要1999，这也太贵了吧？云哥，要不我们还是换一家便宜点的餐厅吧？哎，不用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要吃最贵的嘛。我请客。云哥客气，还是云哥对我们好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这一顿饭就顶我2个月的生活费了，要不是云哥，我可没钱来这种餐厅。哎呦，一顿饭而已嘛，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，吃就吃了。先生，一共14000块钱，请问您怎么支付？你们先进去吧，我结账。谢谢云哥。哦，好事。先生，您这张卡已经被冻结了，请问换张卡吗？冻结？这怎么可能？从今天开始，副卡停掉，资金中断。怎么会？司明宇他居然真的停了我的副卡，那我从哪里找那么多钱来付款？先生，我们也支持支付宝或者微信付款。那个，这钱能退吗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的朋友都已经开始用餐了，无法退单。吃霸王餐吧？怎么回事？云哥，怎么回事？这卡用不了了吗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卡出了点问题，要不你们先帮我付着，我过2天把钱还给你们。哎，我可没钱，我生活费早花完了。云哥，你别这样看着我们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？几位先生，还请你们尽快付款，不要耽误其他客人买单。小畜生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怎么还不回家做饭？是不是想饿死我和你妹妹？你妈的医药费怎么停了？还不快点交上！难道想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他不是高富帅吗？他不是美羽小姐的暗恋对象吗？怎么连1万多块钱的账单都结不起？小姐，顾云没钱买单，现在正在餐厅刷盘子。好，多找点人去吃饭，让他多刷几个。是。小姐回来了，王妈，
赶紧把饭菜端上来。来，快点！哎，你的家教去哪儿了？回来也不知道叫人，哑巴了吗？你们算是人吗？虎毒还尚且不食子，你们连畜生都不如。妻女不疼养女，全都是些脑子不好使的东西，也好意思称自己是人？姐姐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待在家，我可以走。你怎么能这样对爸爸妈妈呢？会天打雷劈的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姐姐好凶啊！不会又想要打我了吧？我不会半夜被他推下楼吧？明宇，不是我说你不要老惹爸爸生气嘛，有什么话是我们一家人不能好好讲的嘛。来，尝尝这个汤，这个汤啊，是我让王妈专门给你熬的清火汤。你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你别在这里恶心我。明宇，你奶奶之前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很多东西？我奶奶之前给我留了什么东西，你不清楚吗？她老人家过世的时候，你恨不得掘地3尺呢。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说的不是股份房产，我说的是你奶奶给你留下的情报网、人脉，还有各家黑料之类的东西。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哎呀，你还小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害。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谋害你吗？你只有把它交出来了，你才会安全。对嘛？你说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眼睁睁的看你出事儿，不是？你呀，就把这个情报网拿出来，把你知道的信息都交代清楚了，以后呢，就老老实实的读书就好了。对，哪有什么情报网？不过都是我前世看到的一些新闻罢了。不过先知先觉也是我的一大优势。你笑什么呀？哎呀，实话说了吧，我们集团呢正在跟锦江集团推进一个大项目，可这林万山一点情面都不给。只要你把他的黑料给我，我就能这次呀让他狠狠的出一次血。我笑你们夫妻俩可真有意思。我要做也是把你的黑料交给林董，我怎么可能帮着你去对付他呢？司明宇，你疯了吧你！姐姐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爸妈呢？司氏集团是咱们一家人的心血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外人，心血，请你搞清楚，你才是那个外人。还有，公司是我奶奶的心血，不是你那死鬼老爹的。别以为改个姓就能够鸠占鹊巢，想要不劳而获，那就滚回去继承你爹的锅碗瓢盆去。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害怕爸爸妈妈伤心而已。司明宇，你个白眼狼，我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没事。你没事吧？妈，是不是偏头痛又犯了？快叫医生！叫医生啊！王林以前就有偏头疼的毛病，我为了给他调养身子，付出了巨大代价，才学会了针灸手法。经过我的细心调养，王林的病好的差不多了。可惜啊，好日子过得太久了，他早就已经忘了我的付出。现在旧病复发，也该让他尝点苦头了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夫人只是情绪过于激动，导致血压增高，致使头疼并发作。待会儿吃半片降压药就好。如果实在不放心，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嘛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把妈妈气出头痛来呢？你也太不孝了。云烟小姐，你不知道就不要乱讲。夫人的头疼病已经10几年了，不是今天才气出来的。对，之前去医院检查过好几次，都没什么结果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。是明玉小姐通过针灸、配合按摩、药膳调理好的。以前明玉好像为我做了很多事，可自从云烟进了家门后，我对她非打即骂。难道我真的错把榆木当珍珠，还错了女儿？明玉小姐，你要不再试一次，给夫人扎个针，按摩一下，说不定就会缓解。得了吧，还是把司夫人赶紧送去医院吧，这点医药费私家还是出得起的。再说了，人家还有宝贝养女呢，哪里轮得到我啊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她是你亲妈，你就忍心看她这么难受？你的良心呢？良心值几个钱？你们一大家子还想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？做梦去吧！你个逆女！我爸，你先别跟姐姐吵了，万一把你也气出病来，
病倒了，咱们这个家就得散了呀。好，我还好有云烟，你这个好女儿。要是指望某些白眼狼，我非得被活活气死不可。死啊！赶紧死！爸，明宇你，当年明宇第一次看到我头疼犯病，又是心疼又是忙上忙下，比起司云烟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司云烟从来都只会动嘴，连杯水都不会倒，我竟然会鬼迷心窍，认为这种人比亲女儿强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让司机备车。老毛病，休息休息就好。妈，我来给你按摩吧。看到妈妈这么难受，我好心痛。可惜我不会按摩，也不懂针灸，我可真笨。姐姐也真是的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妈妈遭罪呢？不行，我待会儿就去多找点医书看看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想办法让妈妈好受一点。还是云烟懂事，虽然粗心了一些，但心还是好的。不像某些人，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，要和父母决裂，真是不行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几年前我头疼最严重的时候，也是和现在这样整夜睡不着觉，都是明宇熬夜给我针灸按摩，才逐渐缓解的。不行，我得去跟明宇说清楚，这些年都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陪信云烟的。明宇他不会不管亲妈的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对，母女之间嘛，哪有什么隔夜的仇？大不了我主动给明宇一个台阶下，等误会解除了，我一定10倍、100倍的补偿他。夫人止步，小姐不喜欢外人踏足2楼。我是外人，好，那你让明宇出来，就是我难受。小姐正在休息，任何人不准打扰，特别是夫人一人。什么？小姐说夫人有病就去医院，死了也别来烦她。一起吃吧。是。哎，谢谢。哎，那不是司明宇吗？英哥，听说你跟明宇小姐关系亲近，她还暗恋你呢。她过来肯定是来找你的，你快过去啊！别乱说，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能没关系呢？她不是还给那张副卡吗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明宇小姐早都把她的卡给停了。昨天顾云请客，脸丢大了，还暗恋顾云呢？暗恋个刷盘子的吗？啊！司明宇，都怪你停了副卡，让我在同学面前丢人现眼，还要给别人刷盘子，还停了自助。现在我爸天天打我，这都是你害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哪里还需要做这么低级的兼职工作？你们别这么说，我看呀，明宇小姐就是想逼云哥接受她当她的男朋友，云哥没答应，所以她才停的卡。你们看，她这不是屁颠屁颠的跑过来主动求和了啊？难道是真的？很有可能。云哥，你去服个软，明宇小姐还是会继续喜欢你的。云哥这么高大帅气，勾勾手指，明宇小姐不就回来了？对啊，不过云哥要我说呀，这种女人她就不能惯着。这次你一定不能主动低头，一定得让那个司明宇好好哄哄你才行，让他给你买个大跑车。想让我屈服于金钱，门儿都没有。某些人啊，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可以随便的侮辱别人，可他不知道啊，我们的人格都是一样的。这顾云有病吧？
不是在我面前擦桌子，就是扫地拖地的，这是假装贫困又努力上进。后悔了吧，思明宇？意识到我是好男人了吧？只可惜我不会轻易原谅你。小姐，需不需要我们给他点教训？不用，这种人你越搭理他，他的内心戏就越多，搞不好又得当场演起苦情剧，或者是暗示我们在这仗势欺人呢。算了，忍不了了，太恶心了。走。思明宇，现在低头跟我认错也没有用，你不去跟云烟道歉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你看，刚才还有人说明宇暗恋顾云呢，人家刚才连看都不看他呢。可是有人在这里自作多情啊！对呀，太搞笑了！你看，舔狗一个。司明宇，你这么欺负人有意思吗？就一定要将云哥的尊严放在脚底下践踏吗？你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就算再有钱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！像我云哥这样温柔潇洒的大帅哥，他就应该被人好好疼爱。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呢？我就来这吃个饭，你怎么戏那么多？你不就是暗恋云哥吗？爱而不得才中断资助，来威胁压迫云哥，接受你做他的女朋友。现在他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又开始玩欲擒故纵的小把戏。你们这些有钱人可真够恶心的！云哥，我们走，别理这种为富不仁的家伙。他呀，就是想要 PUA 你，你可千万要坚持住，一定不能让他得逞。放心吧，刘华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一群普系男。切！我这小畜生！云哥，谁让你得罪明宇小姐的？现在断了资助，想逼死老子！云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得罪了明宇小姐，你还不赶紧认错？你有没有脑子？还不快给明宇小姐跪下！我不，明明就是他错了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我蠢货！你不道歉，你妈的医药费怎么办？咱们家的外债怎么办？你妹妹的学费、生活费怎么办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咱们全家去死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得求得明玉小姐的原谅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家门！云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妥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我们可以上网求助。没用的，我妈1个月的医疗费就10几万，光靠筹款根本不够。司明宇，这就是你的手段吗？你赢了。哎，明玉小姐，你可千万不要生顾云的气啊！她就是年纪小不懂事，毕竟还是个孩子。他是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就算是条狗，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今天是来这吃饭的，你们这一大家子要是有病就赶紧去治，少在这里碍我以事。司明宇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们有钱人就是这样玩弄人心的吗？好，我认输，我可以让你当我的女朋友，行了吧？你可以把卡恢复过来了吗？你有病啊！谁要当你女朋友啊？你少在这里自作多情。司明宇，你还要折磨多久？是你口口声声说你要资助我上学，要负担我妈的医疗费，现在呢，你一个不高兴就中断了。我们怎么办？你是要逼死我吗？司明宇，是你之前一直说资助云哥的，现在说中断就中断。他不仅吃饭成问题，母亲的医疗费更是问题，你让不让人活了？你既然知道是我一直在资助他，那你就该知道这是我的钱，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怎么，我帮人我还帮出错来了？我要是不打算资助了，你们还打算从我兜里抢啊？你中断资助，不就是为了逼迫云哥向你低头，让云哥成为你男朋友吗？这种龌龊想法，路人皆知。我呸！我强迫他，就他是有颜还是有钱啊？长得跟个章鱼似的，瘦瘦弱弱，你还整天哭丧着个脸，看着就让人恶心。我要是想谈男朋友，顶流男明星还是富二代，我随便挑，就他顾云排得上号吗？明玉小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顾云计较，他就是脑子进水了，您别跟他计较。滚！明玉小姐，您别生气，有话好说嘛。我现在就收拾顾云这个小王八蛋，保管他服服帖帖。你让他往东，他绝对不敢往西。你个小王八蛋！
我让你得罪明玉小姐，我让你没脑子，我让你没脑子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啊！明玉小姐，您帮帮忙，我老婆那边情况真的很不妙啊，她快不行了，你就发善心，你救救她吧，只有30万而已，对您来说就是一顿饭的事情。救他，还是救你？这你们这一大家子收着我的资助，过得挺滋润。我听说你在外面欠了不少赌债，怎么打算让我养你一辈子？打算让我养你一辈子啊？他们家什么情况呀？明玉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家明玉小姐，明玉小姐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得罪了明玉小姐，断了老子的活路！该死的东西！爸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个小兔崽子！爸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，你不要再打了，我错了。司云烟平时不是最喜欢装白莲花了吗？怎么没上去演一出绿茶救英雄？宿主不准备去救人吗？顾云遭受家暴，气运掉得很快，这对我们可是大损失。为什么要救？当他真正跌入泥潭、彻底绝望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救他，汲取气运的速度才能更快，不是？宿主你真奸诈！承认。滚！上一世，司云烟主动透露，他能够给人输送心声，看来他是绑定了一个系统，而且除了输送心声之外，这个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吸收别人的气运。从刚才司云烟和系统的对话中可以分析，某人对司云烟的好感度越高，系统吸收气运的速度就越快。比如顾云，只要我在司云烟将顾云好感度刷满之前，将他的气运打散，那司云烟不就汲取不到任何气运了吗？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反噬。走，去找秦乙。秦爷，地下赌场你有认识的人吗？当然。城中村有个叫顾东风的家伙，想办法让他欠一屁股债，越多越好。另外，再找一批专业的私家侦探，盯紧私家的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司云烟。明白。小姐，你这么做是真打算和私家断绝关系吗？私家一群人眼盲心瞎，没什么好留恋的。司云烟他有一种能让别人听见他心声的能力，私家上上下下被他笼络得服服帖帖的。秦野，如果你有一天受他的心声挑拨，切记不要相信。心声？放心吧，小姐，就他那点小手段，还忽悠不了我。要不，小姐，找人把他做了。不用，他那点小手段留着反而有大用。小姐这气魄，这胸襟已有当年太太7、8分的味道了。看来小姐是真的长大了。秦野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要在1个月后和私家断绝关系，那我从现在开始就要暗中积蓄力量，否则真到了继承股份那一天，未必有能力脱离这里。司长红他虽然能力不行，但是论阴谋诡计，他还是很擅长的。小姐需要我做什么？借我3亿，半个月后赚到的利润，我们1人1半。小姐，3个亿看起来不少，可不管投入哪个行业，半个月很难见到大收益。常规行业不行，赚点快钱还是可以的。最近江州在这个时间点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我要是操作得当的话，3个亿至少能撬动20亿利润。2天后，腾盛药业的掌权人将会意外身亡。他死后，腾盛药业的股票将会疯狂暴跌。秦野，你在第3天的时候去联系腾盛药业的小股东，同时吸纳市场上散户的股份。在第12天的时候全部抛出就好。腾盛药业的掌权人会死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他要是死了，腾盛药业不就完蛋了？还有抄底的必要吗？秦野，你就按我说的做就好。太太生前曾说过，明玉小姐是奇才，如今长大懂事了，兴许真能给我一个惊喜。好，就按你吩咐的办。大少爷，老爷传话，让您尽快将几份投资书赶出来，他有急用，明天要在集团早会上看到。知道了，催什么催？红妈，明天找几个人把我房间里的东西清理一下，给我搬到江锦小区的大平层里去。
以后没什么事儿我就不回来了，免得看到司明宇那个小贱人，气死。好的，大少爷。大少爷，其实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？明宇小姐这些年也是受了太多委屈，才忍不住爆发的。你们多包容包容就好了。包容？他连他亲爹都敢打，难道要我这个大哥跪下来去讨好他吗？可是以往都是明宇小姐讨好你们呀。大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要不我帮你处理这几份计划书吧。你看得懂？奶奶教过我的，我会处理的。那你试着做一份给我看看。来吧。大哥，我做的怎么样啊？好，也就还可以吧。那大哥，你快去休息吧，剩下这几份我帮你处理。那我就先去休息了。嗯。大哥，这是我昨天筛选并且修改过的几份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公司按照这几本计划书投资，肯定能挣钱。司明宇不愧是老太太亲手调教出来的，他看上的项目每一个都能让集团赚得盆满钵满。他有能力又如何？我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他通宵狗帮忙，终究只是个赔钱货罢了，上不了台面。司明宇忤逆父母，都是他的错。不过看在他这么多年讨好我的份上，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他。王妈，去把这个项目计划书给他送过去，让他今晚就做出来。他要是做得好的话，我不介意明天可以在父亲面前美言他几句。是。给司明宇做计划书，那是给他历练的机会。他要是能拿下这几个项目，我也不是不可以原谅他，毕竟是血缘上的亲妹妹，就当可怜可怜他吧。怎么又拿回来了？对不起，大少爷，明宇小姐说。她说什么？她说让您滚远点，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别去恶心她。什么？她怎么敢这么说？我给她机会历练，那是看得起她。外面有多少人想接触公司机密都接触不到，简直忘恩负义。明宇小姐，她还说，要是大少爷没本事坐稳总裁的位置，就自己辞职。这些年他已经帮得够多了，别天天臭不要脸得寸进尺。难道想一辈子靠别人吃饭吗？这个小贱人，她真这么说的？好一个司明宇，竟敢这么羞辱我！真以为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吗？我堂堂哈佛毕业的高材生，还玩不转几个小小的项目计划书？我给他机会，是想让他和家人修补一下关系。这种机密文件，真以为他能看得到？简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走。腾盛集团提出的100亿投资计划，要购买一批新设备。腾盛药业虽然是一个小企业，但其背后的掌权人可是医疗界的顶级人物。这个项目稳赚。总裁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几个投资计划都已经完成了。其中腾盛药业，我们投资了10个亿，合同已经签署了。如果进展顺利的话，今年之内就能够拿到可观的收益。司明宇，真当没你我就当不好这个总裁了？没你，我只会更加出色。总裁不好了，腾盛药业出事了。昨夜凌晨4点，腾盛药业董事长李腾在酒店跳楼身亡。今早信息传开后，腾盛药业的股票现在也跌停了。什么？我们的10个亿资金打过去了吗？还没有。
但合同已经签署，如果违约的话，需要赔付10倍的违约金。另外，我们已经拥有了腾盛药业的股份，现在想不赔钱都不行。晦气！就腾盛药业现在这个情况，他再跌停几次，我的10个亿资金全都要打水漂。总裁，这是李腾妻子陆熙来女士的信息。李腾出事之后，有传闻他准备接手董事长的位置。他是清北金融系的高材生，业内对他评价非常高。我们的投资未必会亏损，这是好事啊！现在只要有人出面稳住了腾盛药业这个企业，我们非但不会亏损，还能趁股民慌乱的时候来一波抄底，狠狠地赚他一笔。你们俩马上去做一份陆熙来的详细调查报告，同时拟定一份对腾盛药业追加投资抄底的可行性报告。半小时后，董事会我要用。是。司明宇，你以为我这总裁的位置是靠你才坐上来的？别人恐惧我贪婪，这一次正好是我证明实力的机会，同时狠狠地打你的脸。李腾确认已经自杀，目前腾盛药业的股价暴跌，我们是否要及时下车？小姐真是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，她究竟是怎么预测到李腾会死的？太太这么多年对小姐的精心培养，总算是心血没白费。按照小姐的计划办，只吞3个亿，绝不能画蛇添足。明白。小姐，爸，我的确投资了腾盛药业，但是你别担心，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的遗孀陆熙来是个能人，他接手集团后会对腾盛集团进行整顿，到时候股票一定会上涨。我们现在抄底，反而能大赚一笔。李渊，你要有计划呢，就去实施。爸相信你。司明宇，你笑什么？腾盛集团那么大的产业，你懂什么？天天在那儿阴阳怪气。李渊，怎么跟妹妹说话呢？你是当大哥的，得有当大哥的样子，得学会爱护妹妹。算了吧，司夫人，不就是最近头疼病发作，寻医问药无果，想要我给你按摩针灸吗？少在这里给我演什么母慈女孝的戏份。迟来的亲情比草贱，你不尴尬，我都嫌恶心。司明宇，你怎么和妈说话的？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个草包，跟我在这里装什么投资天才？我等着你败光私家家产的那天，到时候我在门口放鞭炮庆祝。你反了，反了你了！你看看现在这个小畜生成什么样子了！林渊，我马上给你拨20个亿，给我狠狠打他的脸！怎么样？腾盛药业到底涨了多少？总裁，腾盛药业股价又跌停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不是已经下手抄底了吗？腾盛药业应该涨停才对啊！这才几天，我就已经亏损了7、8亿啊！你们市场部怎么办的？投资部和金融部呢？可行性评估报告拿出来了没有？总裁，陆熙来女士刚刚通过董事会决议，担任腾盛药业现任董事长，可对市场刺激效果非常微弱，而且还有传闻腾盛药业偷税漏税、虚假报账、药品质量不过关等问题，所以合计着这腾盛药业就是一个烂摊子，难怪他李腾要跳楼自杀。你们投资部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已经对腾盛药业投资了30亿，亏损超过50%，现在腾盛药业股价接连跌停，投资部那边已经觉得没有翻盘的希望了，只能趁现在断尾求生，抛售股票，让散户接盘，尽量降低损失。去执行吧。是。难道没有司明宇为我做市场评估报告，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玩转这资本市场吗？不会的，没有司明宇，我照样能坐稳这4氏集团总裁的位置。四爷，
你觉得这次能坑到司家吗？司老太太要是在，我不敢斗司家。可是现在司氏集团董事长司长红，还有总裁司林渊，就是两个草包。你只要消息放出去，以这两个草包的性格，肯定会嗑肉。对了，我们做局过程中还发现了有一伙人在抄底，他们做事隐秘谨慎，只吃了3个亿左右的股份。追查下来，好像是谢玉琴的人。是他？嗯，我记得这是司老太太留给司家长女司明宇的班底。哼，有意思。不过3个亿随他去。这几天你盯紧股市，一旦司家割肉离场，你就把新药研制成功的消息放出去，这样就有意思了。还得是你啊，四爷。诸位，今天召开这个会议，是为了我们司氏集团执行董事司林渊在腾盛药业投资案中执行失误，导致巨额亏损的事儿。前后动用32亿资金，最终亏损17.8亿。司林渊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我们股东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一个项目亏损近20亿，多做几个项目，岂不是我们10几年都白干了？对，你如果没这个能力，就别坐这个位置。还是什么天才？我呸！各位叔伯，这次投资就是一个小意外，我也不知道刚刚签署了投资协商，他就跳楼了呀。总裁，腾盛药业的股价涨停了。什么？腾盛药业现任董事长陆熙来女士早上8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宣布腾盛药业研发了一款新药。消息一经公开，腾盛药业股价不到10分钟就涨停了。专家预计，腾盛药业还能再吃10个涨停板。10个涨停板，这么多呀！居然有10个。谁？到底是谁？我们投资腾盛药业，李腾就跳楼自杀，我们割肉放血，腾盛药业就研发新药，股价涨停。司总，这情况不对呀！我们司氏集团这是有人给我们做局呀！不错，此次赔钱是小，被人针对是真，一定要查出背后究竟是谁。对，查。我等着你败光司家家产的那天，到时候我在门口放鞭炮庆祝。难道司明宇早就知道腾盛药业有问题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怎么闹成这样？凭什么？凭什么2、3年来司明宇评估过的项目无一亏损，而我自己搞一次就立马被坑得头破血流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背后做局的人找到了，是京城霍家老四霍英豪。是他呀！居然是他，真是猛龙过江啊！一出手就把我们的高低试出来了，这是要被看扁了。霍英豪这是摆明了要针对我们，麻烦大了。司董刚刚收到霍家霍英豪的请帖，说要请董事长全家参加今晚的晚宴。听说整个江州的豪门都会参加。哼，这个霍英豪，摆明了就是故意羞辱我，真是太可恨了。就是，怎么办啊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太可恨了。好久不见呢。霍英豪竟然会单独给我发请帖，有意思。您和司家闹翻的消息早已传遍江州，霍英豪想在江州扎根，
自然早就打听到了消息。不，他给私家发了一份请帖，又给我单独发了一份，应该是做局腾盛药业的时候发现我们出手了。哦，我们的人做事向来谨慎，这样他都能找到痕迹，这个霍英豪不简单。这也是我之所以答应赴宴的原因。小小的一个江州市，竟然有猛龙过江，有意思。明宇，果真是你啊！你怎么不等等我们呢？我还专门让人啊给你定制了高端礼服呢。怎么又喝酒啊？少喝点，容易伤胃。哎，不是说司明宇跟他父母闹翻了吗？司夫人怎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了？奇怪，以前也没见他这么疼女儿啊。没事的，只要我努力当一个好母亲，明宇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哎呀，这哪里来的蚊子啊，在这嗡嗡叫，惹人烦啊！夫人，我们家小姐喜欢清静，请吧。姐姐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一家人有矛盾，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啊！这样一来，咱们家不就成为上层圈子的笑料了吗？司明宇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信不信我剥了你的皮？哎呀，这么高端的场所，怎么有人把狗带进来？李渊，你们毕竟是亲兄弟，在这里吵吵闹闹的，会让别人笑话。他都不怕别人看他笑话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可不惯着他这个臭脾气。司明宇，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和我们私家断绝关系吗？这么硬气，干嘛还蹭我们私家的请帖？硬挤入这个不属于你的圈子，没有了私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骂得好啊！也不知道司明宇在狂什么，没了私家呀，他什么都不是，居然连亲妈跟亲哥的面子都不给。切！人家眼光高着呢，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个圈子。我们呀，还是少招惹为妙。听见没，司明宇？这不欢迎你，赶紧滚出去！司明宇是我亲自请来的贵客，我看是谁，让他滚！欢迎各位莅临寒舍，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霍老弟，这多年不见，还是这么厉害呀！佩服佩服。哪里？你我兄弟这么多年情谊，以后还要多多来往啊！林渊，林渊，过来，见过你霍叔叔。霍叔叔，霍叔叔，我记得司老太太只有一个孙女，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有好戏看了，这群人怎么回事？师兄，别生气，我只是没有见过令爱，才有此疑问。明玉小姐何在？霍四爷，久仰。果然是司老太太培养的接班人，后生可畏啊！不错，在座的诸位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前段时间，腾盛药业发生了一些震荡，私家投资32亿，最终亏损17.8亿，割肉离场。而我们的明玉小姐以3亿抄底，又在最高点抛售，净赚9.2亿，短短9天时间，净利润高达326%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我的真是后生可畏，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我的天呀！四家在腾盛药业股价波动期间都吃了大亏，而司明宇小姐竟然能抄底成功，按最低价抄底，最高价卖出，厉害啊！果然是司老太太亲自培养的接班人啊！四爷，您这就有些不够意思了。我不过就是赚点零花钱，您这把我的消息放出去，到时候大家捧杀我，我该如何是好啊？你又不是草包，怕什么？以后还要多多合作。好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前世霍英豪强势杀入江州，短短几个月就拿下高新区的开发项目，那可是上千亿的大工程，我不能错过。明宇小姐真是年少有为啊！这天下呀，以后可是你们年轻人的啦。明玉侄女，以后准备做什么投资，都拉上我们几个，
我们呀手里有点闲钱。是啊是啊，拉上我们吧，我们一起。拉我一把，拉我一把，有钱一起赚。天哪，姐姐不会早就和霍先生勾结在一起，想趁机坑害自家人吧？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，一下子赚了那么多钱？司明宇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师兄，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难道是我招待不周？霍老弟，我还以为你和这个白眼狼有什么本事呢，原来是里应外合给我们司家做局啊！霍英豪，就这个白眼狼，连他亲爹亲妈都敢出卖，小心最后把你都给卖了。腾盛药业这件事，是司明宇做了内鬼，出卖了自己的亲爹亲妈。师兄，你这样说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不过和明宇侄女拉了家常，你就说他是内鬼，你这是输不起吗？输不起？这个白眼狼口口声声说跟我断绝关系，回头就拿出好几个亿抄底腾盛药业。你要说这跟你没关系，你说出来大家谁信啊？司长红，你给我闭嘴！你投资失败是你废物没本事，明宇小姐她能赚钱，那是她青出于蓝胜于蓝，遇到点小事儿你就污蔑甩锅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秦毅，说话别这么难听嘛！你也是我们司氏集团的股东，谁知道你有没有掺和其中，吃里扒外？胆儿肥了你！司明宇，等他们坐实你内鬼的身份，我看谁还敢跟你合作。秦爷，少说两句。有些人啊，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，咱们就别戳破他，免得到时候咱们说多了，他一头撞死在地上，还要碰瓷咱们。你个贱人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要不是你泄露了集团的机密，怎么解释那么多的巧合？我解释什么？是我逼你们投资的，是我让你们抄底的，你还是我把刀架在你脖子上，让你割肉离场的？而且，如果我是内鬼，怎么会让私家才亏损10几个亿？你瞧不起谁呢？你够了，司明宇，你给我闭嘴！该闭嘴是你，该闭嘴的人是你。你这个宝贝儿子，他经手的项目无一例外，全部都弄得一团糟。是我看不下去了，才帮他制定了每一个项目的评估报告。这些项目无一例外，全部都盈利。现在我懒得管了，这些事情又变成这样，是他废物，是他无能。不是吧？不是说司林渊是商业新星吗？原来只是个水货。就是，好像真是。我记得司林渊刚进入司氏集团的时候，对一些项目错漏百出，后来屡屡成功，我还以为他成长了，没想到都是明宇小姐在背后帮忙。司明宇小姐不愧是司老太太亲自培养的接班人，厉害，太厉害了。林渊，你诸位，借此机会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事情：在我20岁后，就会和他司长红断绝父女关系，并且我也不打算继承司氏集团。我去，司明宇小姐竟然不打算继承司氏集团，这可是司老太太留给她的产业啊！她疯了吧？明宇小姐打算白手起家吗？果然有魄力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她就要跟司董公然翻脸啊！你个贱人，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，逢人就说你不继承私家产业。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那你就把股份给云烟；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那是奶奶留给我的股份，我凭什么要给她一个养女？你脑子有问题，我脑子可没问题。我就算是把这些股份都捐给国家做慈善，我也不会让她占便宜。你少做梦！明宇，你，爸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姐姐，你别跟爸吵了。我知道，能进入司家已经是我800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股份我不配。姐姐，你干嘛呀？我不是说过别叫我姐姐，你叫一次我打你一次。你个畜生，
你竟敢打你妹妹！云烟，你放心，司家现在还是我做主。这个畜生想要继承遗产，还得问我答不答应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年轻人，这样捉弄不太好吧？人生短短3万天，何必委屈自己啊？我这个人不喜欢受委屈，更不喜欢和这些废物虚与委蛇。好，明玉小姐倒是有魄力。不过现在他们把你划入我的阵营，明玉小姐不会介意吧？这不正是四爷想看到的吗？我们父女2个反目成仇，您正好将江州商圈分为2个阵营，这样一来，您这条过江猛龙才有利可图啊！明玉小姐倒是看得开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明玉小姐，以后大家有钱一起赚。会有机会的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不过要提醒侄女一句，孙长红虽然本事没多少，但阴谋诡计层出不穷。你今天和他当众翻脸，以后我怕你1毛钱也拿不到。四爷，你想多了。私家一旦破产，这股权还有拿的必要吗？姐姐，霍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扰，我只是想找个卫生间。卫生间在走廊尽头。谢谢霍叔叔，我知道了。我该不该告诉霍叔叔，姐姐和爸爸闹翻是故意演戏呢？算了，就算我说了，他也不会信的，还是别多管闲事吧。来，我们继续聊。又是熟悉的配方。倘若我和霍英豪谈了合作，这一句心声就足以毁掉一切。四爷，您这下知道我为什么在家里备受冷落了吧？什么？心声这东西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一句心声就能够悄无声息的陷害，一句心声就能够让父母至亲都对你产生怀疑。四爷，您是猛龙，您自有判断。这件事情我就不掺和了，先告辞了。有点意思。派人查清楚司明宇接触过的所有项目，尤其是正在进行当中的，必须严格把控。还有，严查公司中高层，凡是有可能投靠司明宇这个小贱人的，一律开除。爸，一定要这样吗？那些可都是跟着奶奶打江山的元老啊！傻小子，那些都是老东西给他留下的班底，只要把他们清除了，我有10000种方法，让他一点股份都拿不动。可是，司明宇他确实有些投资天赋，要是和他决裂了，很浪费啊。你想让他乖乖听话，就必须折断他的翅膀。不过我这个女儿确实是挺优秀的，只要她肯乖乖的服软，并且把股份给到云烟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否则，我会劝劝她。去吧。站住！有事儿？明宇，你在霍家晚宴上做的事太过分了。哼，快去给爸妈道个歉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一个只会内斗的废物，有什么本事让我后悔的？不就是想把我的股份抵押出去，然后再用各种肮脏的手段侵吞干净吗？你知道就好，这个家始终是爸在当家做主，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偏要执迷不悟，大不了一拍两散，把私家玩破产。你好狗不挡道，滚远点！小姐，那个司长红把太太留给你的班底全部都开除了，看来他是要准备对你下黑手了。那些元老
涉及公司的项目、法务、财务等多个部门，司长红和司林渊这2个草包，竟然真的把他们开除了。看来不用我出手，司氏集团就完了。小姐啊，你就不怕他们对你下黑手吗？秦爷，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继承司氏集团。虽然这是奶奶用尽心血打拼下来的江山，但其实这些年下来早已腐败不堪。我可没有那么多精力浪费在和董事会扯皮上。小姐能够一眼看出宠入金公司的真面目，太太知道了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小姐，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秦爷，麻烦你帮我注册一个跨国集团，到时候把那些被开除的人全部都招回来，也免得我们再找人了。这个集团就叫做天元集团，注册资金100亿美金。100亿美金！哎呦，我的小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现在没有，到时候就有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经过霍家晚宴的刺激，司云烟肯定忍不住要向司家展示自己的投资天赋，进军股票市场。拥有系统的司云烟多半会利用系统汲取他人的气运来进行炒股，把自己包装成投资天才。前世这个时候正是大牛市的巅峰，所有股民都沉浸在股票不断上涨的疯狂中，但没有人知道，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金融风暴马上就要来。混账东西！这么简单的项目书都不会做，难怪之前腾盛的项目会亏。你这个执行总裁还能不能干啊？不能干就立刻给我滚蛋！爸，可是爸，你不要责怪大哥，我有办法能帮忙扭转局面。云烟，我知道你想帮忙，但你现在还是个学生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啊？大哥，爸，我给你们看我的股票账户。什么？你投资的股票接近100%收益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哥，我发现自从我来到我们司家之后，运气就变得特别的好，随便买个股票都能赚钱。云烟，这所有的交易项目利润都在80%以上啊！你就是那天生的股神呐！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。原本我是不愿意暴露这个秘密的，但大哥现在的处境太艰难了。如果用我的运气帮他炒股的话，肯定能扭转局面，一飞冲天。云烟，你这个天赋不能浪费。这样，云烟，马上在公司成立个金融部，让云烟来负责。另外，立刻让云烟担任公司的副总裁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有了云烟啊，咱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大哥，爸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另外，立刻从公司的账户上拿出20亿给云烟，我要尽快看到效果。20个亿。小姐，你吩咐的事情已经办好了，只要资金到位，公司立马成立。那就好，你放心，资金肯定及时到位。坐吧。谢小姐。还有一件事，据可靠消息，司云烟已经在司氏集团担任副总裁的职位，专门负责新成立的金融部。那个司长红给了他20个亿，他们在股市上可是大赚了一笔。看来司云烟果然忍不住了。小姐，需要我做什么？那就放出风声，好好给司云烟抬抬轿子，让整个江州都知道司家出了一个投资天才。明白。诸位，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司氏集团在半个月前成立了金融部，斥资20个亿，作为启动资金投资股市。短短半个月时间，已经做到了15%的净利润。什么？15%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真不错呀！哇，真不错。哇！
这一切都是我们司氏集团新上任的副总裁，我的好女儿司云烟的功劳。不愧是司总的女儿，短短半个月就做到15%的经理人，不得了啊！简直是投资界的奇迹，天生股神呐！是啊是啊，就是云烟小姐竟然如此厉害，简直比你姐司明宇还强100倍啊！说的对是啊，是啊。诸位，我司长红呢，也不是个小气的人，我已经注册了一家私募基金的营业执照，到时候呀，可以帮大家一块儿投资，只是这个手续费稍微要高那么一点儿。司董愿意带我们赚钱，手续费高怎么了？只要肯好好带我们，手续费多少，您尽管开口。就是，没错，现在正是大牛市，赚钱的好机会啊，绝对不能错过。说的对，错过，咱们大家一起。爸，您成立私募基金会的事，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还考虑什么呀？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机会，我们只要把他们的钱拿过来，再进行投资，就能拿到高昂的手续费，这是海量的钱。云烟，思家能不能起飞，全看你了啊！我去应酬一下啊！哎呀，你好，我最近才发现，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消耗我的气运，看来得尽快对顾云下手了，必须将他的气运占为己有，不然。小姐，和您想的一样，司家已经成立了私募基金。好，你就按计划行事。对了，青衣，顾东风你还记得吧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收账吧。这司云烟既然要准备搞事情，那我们当然要好好帮他助兴。顾东风，欠老子的钱什么时候还啊？大哥，你不是说不着急还的吗？让你什么时候还就得什么时候还。大哥，我天天照顾你们生意，等我翻身了，肯定还给你们。别跟老子废话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要是没钱还，老子砍了你的手脚。大哥，我现在不是没钱吗？有钱一定还。妈，没钱你还敢借？我看你是找死！我打！大哥，别打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小云，你快救救爸爸！求明宇小姐帮我把债还了，不然他们今天会打死我的。你怎么又借钱了？我不是让你不赌吗？对不起，小云，我下次再也不赌了。但这次你一定要帮忙吧。赌徒的话信不得，不过我要趁现在刷满顾云的好感度，一会儿我再让人把他撞死，系统就能汲取大量的气运，那我倒也不用再麻烦了。他欠了多少钱？我来还。你还得起吗？欠我们1个亿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这么多？你这是高利贷，是违法的！信不信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？账单上白纸黑字写着，还有老东西的亲笔签名。没钱还就滚，跟老子装上富婆了啊！跟老子装上富婆了啊！给我闭嘴！云烟可是司家的大小姐，你们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1个亿、10个亿都拿得出来，不就是钱吗？谁在乎？宿主，顾云好感度即将刷满，只要计划顺利，他死了之后，我们能汲取大量气运。好，这笔钱我来替他还。1亿元已到账。不错嘛，既然1个亿已到账，那就两清了。老顾，一会儿常来玩啊！走，兄弟们，撤！不玩了，再也不玩了。云烟，还好这次有你在。没事，只要能帮上云哥哥就行。1个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云烟，我就知道你跟我一样，是视金钱如粪土的人，不像那个司明宇那种势利眼。那事情都解决了，
我们先回学校吧。司云烟的本事，秦姨跟你说过吧？多少知道一些。司云烟安排撞倒顾云的人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给了他10倍的价钱，并且让原本撞坏顾云的车不小心撞到了司云烟身上。当然，他不会死。很好。这段时间，司云烟确实给司家赚了4、5个亿。可他一旦开口要1个亿，他的好爸爸、好哥哥就会对他心存隔阂。毕竟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司家对他的好感度降低，会影响他的气宇。无端亏损1个亿，也会影响他的气宇。而这个时候，如果他安排撞死顾云的人，不但没有撞到顾云，反而对他自己下死手，我看他的这个气运还能坚持多久？小云呐，以后你可得好好对待云烟小姐，她可比那个司明宇强多了。当然。走吧。顾云，别怪我，谁也不想被你那赌鬼老爹缠上。再说了，你死了之后，你的气运就是我的了。顾云哥哥，小心！云烟，我怎么在家？哎呦，云烟，你怎么会去贫民窟那种地方？还出了车祸，好在是没有事，不然我和你爸爸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出车祸的会是我？那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妈，跟我一起那个男生他怎么样了？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那个死穷鬼啊？你爸爸已经调查过了，你要的那1个亿啊，是给他那个赌鬼老爹还债的。妈告诉你啊，妈绝对不允许你跟这种人再有任何接触。好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云烟，在你昏迷的时候呀，爸爸已经把那个私募基金的手续全部办完了，还募集了700个亿，全都由你来掌控。宿主请注意，本系统为了能够让你在车祸中活下来，动用了大量的气运，目前气运已清零。700个亿啊！我恐怕管理不过来，要不我们还是把计划推迟一下吧。推迟什么呀？现在所有的富豪都争着求着要我们投资，这正是赚钱的好时候啊！对呀，说不定借助这次机会，咱们司家还能更上一层楼。云烟呀，你不用担心，咱们公司请了专业的金融团队，再加上你的运气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虽然我现在没了气运，但现在正是股市的大牛市，有了专业的金融团队把控，应该不会出问题。好，那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争取把集团做大做强，不会让爸妈跟大哥失望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比那些白眼狼强太多了。对，哎呀，你也躺了这么久，肯定饿了。咱们先去吃饭，妈让王妈呀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喝的海鲜粥。走吧，走吧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谁要你吃了？这是专门庆祝我女儿为集团做出贡献准备的大餐，你也配吃啊？就你女儿那废物样，能做出什么贡献？你懂什么？我们司氏集团金融部已经打出名声，手握股票价值超700亿，这才是司家大小姐的风范，不是你这种白眼狼能比的。金融部，你真以为司云烟那个蠢货能玩动金融市场？别到时候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司明宇，你这就是嫉妒。司明宇，你就是嫉妒。云烟手握700亿资金，你能吗？明宇啊，我劝你最好回头是岸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也没有必要闹得那么僵嘛。这小孩子啊，偶尔闹一闹，也许还有人哄；要是闹过了呀，就只会惹人厌烦。没错，司明宇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现在给我们磕头认错，并且把股份无偿的让出来，我可以认回你这个女儿。否则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们不会以为赚点小钱就能够一直顺风顺水了吧？
废物到这个地步，也敢学人家炒股玩金融，看来我得多买些鞭炮，庆祝私家破产了。爸，你别生气，姐姐就是看不上我而已。要是她实在介意的话，大不了我就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身份。你别理这个白眼狼，你永远是我的亲女儿。云烟，你就是太善良，不像某些人心如蛇蝎。哎呀，你们与其呢在这里阴阳怪气，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危机。云雨，什么意思？还有4个半小时，美股即将暴跌，直至熔断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要完蛋了。这白眼狼说的真的假的？美股一旦暴跌，必然影响全球金融市场。我私家700亿的资金刚刚入市，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事儿。宁渊，赶快调查，美股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波动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有事的。爸，不好了，美联储要加息。什么？美联储加息？这就意味着会有一场金融风暴。我们私家刚砸了700亿入市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司明宇，你算计我！我算计你，是我逼着你们往股市里投钱了，还是我逼着你们大张旗鼓的拉拢各种富豪进行投资了？只会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，没用的东西！小畜生，白眼狼！你明知道要发生股灾，你还看着我们往里跳，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啊！我告诉你，不用你跟我断绝关系，我没你这样的女儿，滚！给我滚！老公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说这种话就没有意思了吧？你不会以为我还把你们当成亲人吧？原来明宇真的已经断情绝爱，不再将我们当成父母，他真的已经放弃我了。司明宇，你怎么敢？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司夫人，这个时候就别装什么慈母了吧，好好想想怎么面对接下来的危机。这700亿要是没了，司家怕是要完蛋了。林月，美股波及到 A 股还有段时间，我们还有机会出头，你赶快联系金融部的工作人员，把剩下的资金全部给我回笼回来，绝不能让这个贱人看了笑话。好，我现在就去走走。快，老婆，走。秦爷，事情怎么样？小姐，一切按照你的计划在走。你做空美股的20亿已经变成200亿美金，公司已经注册，而且我按照你的吩咐买下了江州大厦，已经改名为天元大厦。好，很好。怎么样？资金抛售了多少？卖不出去，根本卖不出去。这是股灾，是超级大股灾啊！你们一个个面试的时候不是哈佛毕业，就是拥有华尔街工作经验，怎么现在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啊，就束手无策了？董事长，这是股灾，影响世界金融的大股灾，许多国家都束手无策，哪里是我们几个操作员？我不想听你们废话，我就想知道现在该怎么办。董事长，莫说我们了，就是神仙来了都没有办法。股灾之下，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要吃至少5个跌停。我们这700亿，等股灾结束，最多只剩下1/10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？难道你真以为司云烟那个蠢货能玩动金融市场？明宇他是对的吗？放屁！怎么可能？那个白眼狼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董事长、总裁，不好了！江州所有豪门的人都来了，他们堵在门外，嚷嚷着要见你，还说要我们公司给他们一个说法。老公，爸，别激动，这次股灾来得太突然了，他们都没有办法，我去找他们。我作为一个晚辈去找他们，想必他们不会太为难我。爸，大哥，还是我去吧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必须要扛下来，哪怕是给叔叔伯伯们跳楼赔命，也绝不能让爸和大哥遭罪。云烟，你不要内疚啊，毕竟这种事情谁都想不到。
放心，目前为止，就算我们把公司还有那个物业啊，对，把这个物业、项目资产全都赔给他们，就算公司破产了，我也不会让我们死家人饿着。啊，放心，孩子，没事儿。哎，怎么办？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公司为什么突然破产了？是啊，前几天还听说公司投资赚了几百亿，怎么今天突然宣布破产了？而且连物业都赔给别人了。二哥、三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操作失误，没有察觉到股灾，才导致公司破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可我无法预料股灾发生呀，明明姐姐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股灾，却看着我们家破产，但这种话我怎么能对爸妈和几个哥哥们说呢？又是司明宇那个贱人，他人呢？我非得打死他不可！明宇以前那么乖巧，他怎么会知道股灾发生不告诉我们呢？别吵了，就算我们私家破产了，我相信我们还有起死回生的办法。爸妈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明宇刚刚成立了一家100亿集团，还买下了江州大厦作为办公的地点。你说什么？他哪来的钱？是不是老东西留给他的？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在这次股灾来之前就做空了美股，净赚了200亿美金。现在外面都在传，他才是真正的股神。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错怪他了？现在外面都在说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珍惜假千金，把真千金往外推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不偏爱云烟的话，明宇他也不会这样对我们。你放屁！要说错，也是他司明宇的错。他但凡有云烟半点乖巧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生下了他。爸，乖巧有什么用？云烟嘴巴是乖巧，可他对我们家族没有半点用，反而还坑了我们一把。云烟是很乖巧，但明宇之前也很懂事，我们全家上下都被他放在心上，是我们不懂珍惜，所以现在……自从云烟进了我们家，我们就一直在针对明宇。是啊，明宇以前明明对我们很好的。住口！你们……爸，老公，爸，老公，爸，明宇，快来给你爸查一声，求求你爸！老公，司董事长晕倒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过，你要是需要火葬场专线，我倒是可以帮你联系一下。明宇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他可是你爸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他，司明宇，我不管你以前有多少恩怨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明宇，你不是会针灸吗？快给爸先扎一针。明宇，你们的好妹妹不是会传送新生吗？与其让我扎针，不如让她发挥一下，说不定就把司董事长叫醒。毕竟他的一句心声，就能让你们眼盲心瞎，心甘情愿的和我断绝关系。现在总不能当个废物吧？原来是你！是你一直用你的心声挑拨我们和明宇的关系，你才是真正的贱人！你还我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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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你让我误会了明宇，让明宇恨上我们的。司云烟，原来你才是那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再打我！妈妈，
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不要再打了！是你害我没有妹妹的，打你，我恨不得杀了你！是，一切都是我干的，但你们以为自己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随便输送一句牺牲，你们就把自己的亲妹妹当成罪人，各种打骂。你们沦落成今天这样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们以为自己有多爱司明宇啊？错了，你们不过就是嫉妒司老太太对他的爱，现在反倒指责起我来了啊！你，还有你们才是真正的贱人！贱人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都怪你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！啊！快送爸妈去医院！爸，你醒醒！爸，你醒醒！好，恭喜！恭喜！终于开业了，恭喜啊！小姐，太太当年没有说错，你呀就是天纵之才，短短的1个月，从无到有，创造出了一个100亿的集团。太太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亲爷，我可是奶奶教出来的，不像私家那帮蠢货，只会内斗。私家那群狗东西，真是眼瞎心盲。他不爱亲女爱养女，现在总算是遭到报应了。私家破产，那个司长红啊，心梗发作，救治不及时，现在还躺在抢救室呢。估计呀，回天乏术了。王林呢，偏头痛，血管堵塞，哎呦，更是直接瘫痪了。司灵渊3人狼狈不堪，据说破产之后连工作都找不到啊。这不是私家那3个脑子进水的儿子吗？以前也算是公子哥，英俊潇洒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这3人宠爱养妹，却对自己的亲妹妹各种苛刻，这就是报应。明月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们以前对你不好，大哥给你道歉，求求你原谅我。明宇，二哥也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能原谅我们，你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的。明宇，爸妈都躺在病床上，现在私家只剩我们了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才行。你们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们只是知道自己快要饿死了。你们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们只是知道自己快要饿死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应该已经断绝关系了。你们要找妹妹，应该去找司云烟才是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明宇，我们真知道错了，我们也是被那个司云烟撺掇的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。是啊。明宇，我知道我们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但我们是真心知道错了，我们给你下跪，只求你能原谅我们。是啊，明宇，我们都给你跪下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下跪很了不起吗？下跪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们。请回吧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我……对，明宇，明宇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？活该！是你走的，真是。是我们做错了，司云烟说的对，不仅仅是他的问题，也是因为我们嫉妒明宇。可是我们知道的太晚，就算想要补救，也没有机会了。警告！系统能量不足，即将解绑。不该是这样的。我是私家的大小姐，我有系统，我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警告！气运彻底枯竭，系统能量不足，即将解绑。不许解绑！
我是宿主，我命令你留下。解绑程序启动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小姐，司云烟好像疯了，在贫民区流浪。司灵渊3个人挤在一个地下室，靠打零工为生。小姐，他们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，你不必愧疚。那是他们对不起我，我有什么好愧疚？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走吧，秦怡。小姐，这是与贺氏集团关于高新区开发的合作和项目。奶奶，你看，我走出了自己的路，不再被之前的虚情假意所束缚，我的未来由我自己掌控。